给顾时明布置生日晚宴时，我感觉小腹抽痛，我扶着桌子站稳，缓了好一阵，也不见有所缓解。身下的衣服上沾满了血，此刻我只觉得力气仿佛被抽去，怎么也站不起来。今天我给所有人都放了假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无力感充斥着我。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给顾时明打电话，没打通，随即拨了120。医护到时，我几乎没了意识。我只听见他们把我推进医院，模糊间我看见了顾时明，他牵着一个年轻的女孩。下意识，我想伸手抓住，却见顾时明将女孩揽进怀里，小心，声音温柔，却始终没有看我一眼。我被推进急诊，很快医生做出诊断，我怀有3个月的身孕，也许是因为胚胎着床的缘故，也或许是别的，现在意外流产。我被安排到妇产科住院，明天要做清宫手术。耳边是护士跟我说注意事项，可我眼前却是顾时明从我身前路过的瞬间，一闭上眼就能看见带着肚子的女人在我丈夫的怀里。别人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们是一对。我给顾时明发了信息，告诉他我现在的情况，等来的却是我在医院门口撞见的那个女孩。她挺着大肚子一步步朝我走来，伸手拉开我床边的椅子，问我介意我坐吗？年轻的女孩一脸稚嫩，身上的衣服是素雅的颜色，就连香水味道也很淡，似有若无。见我没讲话，她没有坐下，一手扶着椅子，一手扶着高挺的肚子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顾时明的，声音很轻，却像是一根针一样刺进我的耳里。我紧紧攥着被褥，才抑制住我的情绪，声音却还是忍不住发抖。你怎么证明这是他的？他掏出手机，将翻云覆雨的视频摆在我的眼前，赤裸的后背在他的身上起起伏伏，还有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。视频可以合成，照片可以 P 图，这或许是假的。我的思绪杂乱，为他辩驳的话更是堵在嗓子眼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沈小姐，顾时明是不是跟你说过他想要个孩子？你是不是拒绝了？他抛出的问题全都是肯定的答案，在我心里为他辩驳的所有声音在一瞬间变成空白。我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已经8个月了，生下来就能活了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没有父亲，你能不能把他让给我？你总不想让我的孩子跟你一样的处境吧？他的声音越说越低，像是一只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直响。可明明他还答应我，今年在纪念日的时候要陪我去看烟花。我别开脸，将眼眶里的泪全憋了回去。病房陷入沉寂。他没说错，顾时明的确跟我提过要生一个孩子。那晚情爱过后，他将我圈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头顶，轻柔地问我：丛云，你说咱们生个小孩好不好？到时候孩子不论像谁都一定很聪明。几乎是在他说小孩2字时，我浑身发冷，开始一层层地冒出冷汗。一提到生孩子，我就怕会像我妈妈那样难产死在病床上。我没吱声，却忍不住发抖。他发觉我的不对，紧紧地搂着我，不生也好，就咱们俩，别怕。我以为就算是没有孩子，我们也会陪伴彼此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。可事实却是他很想要一个孩子，想到哪怕是去浪费另一个女人的青春，哪怕让她步入我的后尘，也要让她出生。眼眶里的泪无意识滑下来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。我伸手抹掉眼泪，直直望向眼前的女人，你确定她爱你吗？她年轻漂亮，却愚蠢至极。顾时明说他想要一个孩子，却没说他想要这个女人。现在你还有用，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不好说了。我低头吞下手指上的婚戒，递到他的手里。其实我也想知道，他到底会不会娶你。我是沈家养在外面的女儿，我妈和我爸恋爱时怀有身孕，她以为只要生下孩子就能嫁给我父亲，却不知那人欺瞒她，早早结了婚。在她怀孕8个月时，沈家夫人找到她，将一切告知。她动了胎气，意外早产，没下得了手术床。而我从出生起就养在这个别墅，有阿姨，有司机，也有保镖。我父亲经常来看我，却改变不了我见不得光的事实。即便我是沈家唯一的孩子，沈夫人也不许我进门。在我13岁那年，邻居家鸡飞狗跳，顾时明每天坐在外面的台阶上，从我的画室就能看见外面的人。偶然一天，他坐得太久了。我早晨起床时，外面下着雪，地面上有了一层薄薄的积雪，
从卧室望出去，看见他戴着帽子，还坐在那个位置，仿佛没有动过。我不清楚缘由，又怕他生病，就让阿姨去问问。很快得到回话，那个小男孩说他爸爸死在了家里。我捏着面包的手一顿，抬头看向阿姨，他妈妈呢？早就跟别的男人走了。思绪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转，我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，索性小跑着出去，站到他面前，你要不要先去我家避一避？话问出口，没得到回复。要不要跟我回家，给我做个伴？我拉起他的衣角，让他跟在我身后回家，也让司机处理他家的琐事。之后我才知道，他家破产了，他父亲顶不住压力，溺死在浴缸里。母亲早就在这个家里待够了，他那个父亲对待妻子一不如意就动手打骂，趁这个机会索性一走了之。家里的房子很快也会被拍卖，只剩下他。他年龄小，无处可去，和我一样都是没人要的小孩。我收留他，用沈家的钱养着他。沈家知道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悄悄的给我的生活费还翻了倍。我就这么一直养着他，提供资金给他创业，为拉拢资源受世家子弟的羞辱。到头来我才是那个最可笑的笑话。在医院待了整整3天，顾时明没有给我来过一个电话，而我得出一个结论，他没有回过家，不知道我不在家里。现在他应该是陪着他的女朋友，毕竟那人快要临盆。第6天，我正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，在住院处撞见顾时明。他看到我时表情一僵，下意识将手里的单子藏在身后，一步步走到我面前。丛云，你怎么在医院？是哪里不舒服了？我与他拉开距离，低声应付道，朋友生病了，我来看看他。我和他相对无言，好片刻，我才问道，你呢？又在妇产科干什么？公司里一个女员工要生孩子，我过来看看。他含着笑，说出的理由滴水不漏，像是排练过许多遍。我点点头，提着包向外走。快到走廊尽头时，我停住脚步，转身问他，顾时明，你晚上还回家吗？不回家，我去哪？他把我额角的碎发塞到耳后，轻声嘱托道，丛云，路上开车慢点，等我回家。顾时明从来都是这么温顺且温柔，不然我也不会一直沉溺在他的温柔乡里，怎么也出不来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他对我的好是真的爱我，还是习惯了这样的陪伴，亦或觉得我还能给他不错的资源。不管我多么低微，只要给到他就是好的。思绪像是一团交织的线团，解不开，乱如麻。我回到家，直奔画室，里面全是我画的顾时明，近10年的画像，模特都是他。我从墙上摘下，拎着去了后院，又去储藏室里将剩余的画像拿出来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。看到起火，正在栽花的阿姨匆匆跑过来，对上泪流满面的我，声音里的心疼毫不遮掩，丛云小姐，这都是你辛辛苦苦画的，这是要干什么啊？张姨，我把顾时明带回家是不是错了？我望着眼前的火，那火烧的凶猛，像是要灼伤我的眼睛，索性闭上眼，任凭眼泪往下滑。心脏更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，令我无比窒息。张姨的手有一下没一下拍打着我的后背，安抚着我的情绪，像是小时候那样。在没把顾时明带回家的时候，我的日子又清静又安宁。在和他确认关系后，我一次次去参加世家子弟的聚会，也被羞辱了一次又一次。他面上装的心疼，实则从没说过他不需要我为他争取，他需要那些资源，那些人随随便便手指缝里露出一点，也能让他蒸蒸日上。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欺我、瞒我、利用我。画布变成一团灰烬的时候，我的情绪渐渐平缓。在这时，顾时明进了门，听见后院的吵嚷声，他一步步走来，问我这是在烧什么呢？一些没用的话，我随口应和道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拽着他的领带一点点向下，问他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在一瞬间，他的笑僵在脸上，很快又恢复原状，嬉笑着跟我说，要不沈总，我跟你汇报近期工作。我也随着他笑，目光却看向那一团灰烬。顾时明，你如果背叛我，下场就和那些没用的话一样，我能把你捡回来捧上高位，也能让你成为谁也扶不起来的烂泥。顾时明的表情并无变化，哄着我进屋，又亲自下厨给我做了晚饭。我让朋友调查顾时明的行踪，
还有他身边的那个女人。一直到第二天晚上，我才收到一份简历，是顾时明公司的实习生，叫江月白，今年不过才24岁。他是个孤儿，被一个老太太收养，捡回家，经济压力巨大。或许是顾时明许诺了他什么，也或许他觉得攀上顾时明就能获得什么。我听见顾时明的脚步声，下意识将图片关闭。他进门时，我望向他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今天在书房休息。他缓缓走上前，站到我面前，低头看着我，伸手摸了摸我额头的温度，是不是画累着了？我对上他的目光，再次问道：顾时明，你真的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他话音一转，跟我说起公司的琐碎，却绝口不提江月白这个人。他应该不知道江月白找到我，所以想要隐瞒到底。可现在我怎么也不信他的话。好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我要休息了。看到他把门关上，又看到朋友给我发来的消息，就在今天，江月白的孩子已经生了。我坐直身子，呼出一口浊气。身为孩子的父亲，顾时明一定会再去医院。他期待这个孩子降临到人世间。洗漱过后，我关了灯，站在窗前，看见顾时明上了车，渐渐驶出大门。他车子走远，我才开了灯，而后去衣帽间换了身衣服，开车去了医院。这几天里，我给顾时明找了无数的理由，但凡他不隐瞒我，我也会放他一条生路。可偏偏他什么也不说，把车停在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按了电梯去了妇产科的住院部。我走到护士台，询问江月白所在的病房，护士告诉我在哪个房间。我一步步往那边走，将脚步放轻，停在病房门前，门半敞着，站在门口就能看见顾时明抱着孩子，还哄着他说：小宝宝，我是爸爸。声音带着笑意，眼里的温柔似乎要溢出。病床上的江月白也满眼爱意地望着顾时明，我心里一滞，难过在瞬间涌上来。这样的场景像是一支锋利的剑，一刀一刀的在我心脏上不停地划。良久，我才敲了敲病房门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一家三口过幸福的日子了。听见我的声音，顾时明的背影一僵，缓缓转过身来，对上我的眼眸。顾时明，你现在有话跟我说了吗？他放下孩子，一步步走到跟前，要张嘴说话，还不等说出口，我扬起的巴掌先一步打在他的脸上。他生生挨了这一巴掌，伸手拉住我的腕子，将我往外拽，生怕我打扰病房里的人休息，一直将我拉到地下停车场才松开手。他望着我，声音却无半点起伏。从云，我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有错吗？你爸不也是这么做的？这句话像是一把利刃，直直穿透我的心脏，心里的怒火一直燃烧，怎么也忍不下去。我又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声音也控制不住的比刚才高了几分。你没错，错的是我，错就错在我不该把你带回家，不该一直养着你，你这种人就该在孤儿院里长大。泪顺着眼角滑落，他伸出手要给我抹掉，却被我挡住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顾时明，咱们离婚吧，我不要你了。我回到车上，落了锁。顾时明一直在敲车窗，他的嘴一张一合，在我的视角看上前，像是要将我吃干抹净，敲骨抽髓。声音隔着窗户，我听不清楚，也不愿看他。我靠在椅背上，胸口起起伏伏，心口处更像是被针扎一般，虽疼却不致命。我呼出一口浊气，启动车子，车身从顾时明身边擦过，渐渐驶出地下车库。随后，我给律师打去电话，让他拟定离婚协议送过来。我查顾时明的事情传到我父亲耳里，一早他便来了家里，门大肆敞开，保镖站成一排。这婚不管是顾时明想不想离，都得离。我缓缓下楼，走到我爸跟前，他拿起茶壶给我斟了杯茶，推到我面前，问我：你恨我吗？我不作声地坐下，低着头，手在一侧攥紧，良久才猛地抬头看他。沈继泽，你欺骗我母亲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女儿也会沿着她的路子走？他撑着拐杖，身子坐得笔直。听见我如此问，他的头垂下去几分。这些年，他的身子越来越差，也越来越期待女儿可以承欢膝下。可我不愿见他。他问的没错，我恨他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恨不得他死了才好。毕竟，他才是害死我母亲的元凶，是始作俑者。他做了假的结婚证，说等孩子生下来就给我母亲一场人人羡慕的婚礼。
可我母亲等来的是他的夫人，得到的是他已经结婚的事实。他的眼眶通红，泪就在眼眶里摇摇欲坠。我说出这话时，他便猛烈的咳嗽，像是要将肺咳出来，声音更是虚弱。从云，我的婚姻我做不了主。那我母亲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对着他的眸质问道。你骗他的时候，没想到你的婚事自己做不了主吗？沈家那样的高门大户，让沈继泽觉得，就算是结婚，也不耽误把我母亲养在外面。养个女人又能浪费多少钱呢？所以，在他结婚后，依旧没有向我母亲坦言，甚至哄骗她生下孩子。我听见外面停车的声音，偏头看向大门，轻声道：“你的好学生来了。”沈继泽将情绪整理好，看向款款走来的人。顾时明一进门，保镖就顺势把门带上。他在四周张望了一瞬，在看到沈继泽时变了脸色，随即走到他跟前，轻声唤了一声“爸”。沈继泽含着笑抬头看他：“时明，我已经等了你一个早晨了，工作这么忙，需要让我等你？”他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内的助理，只见那人拿着文件慢慢走上前，站到顾时明面前：“顾先生，这是您和从云小姐的离婚协议，还劳烦您签一下字。”说是麻烦，却没有半分敬意。他翻开一页一页的看，脸色骤然一变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渗出一层薄汗，神色慌张，显得不知所措。在他合起文件时，我伸手拿过来，看到上面的条款，沈继泽要他净身出户。时明，我们从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对你费心费力，长这么大他从不和世家子弟来往，也不求人办事，为了你几次三番去酒局上求人，你就这么对他，是吗？声音很是平和，毫无动怒之意。可我看见顾时明更加慌张，双膝一软，直直跪在我面前：“从云，咱们不离婚行不行？我把孩子送走，绝不会让他出现在你面前，求你，我不想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沈继泽用力甩了他一巴掌，从我手里拿过那文件，摔在顾时明身上。这文件他必须签，若是不签，他走不出这个门半步。我不作声地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支签字笔，递到他面前：“签了吧，咱们好聚好散。”他颤抖地接过我手中的笔，眼眶里的眼泪落在他的名字处，因湿了他的名字。这份文件了断了我们10多年的情分，从此我们谁也不欠谁。我缓缓蹲下，捧着他的脸，轻声说道：“顾时明，以后有什么事情想清楚了后果再去做，以后也没人再为你兜底了。”他抓住我的手腕，像是握住了救命稻草般，问我：“从云，你会一辈子不原谅我吗？”我只笑，却没搭话，抬手让屋外的保镖进来，把他抬了出去。现在他没有资格再在我的屋子里。我抬脚要离开时，见沈继泽撑着拐杖慢慢站起身，他哑着声线开口：“从云，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爸爸？”我直直望着他，却迟迟未曾开口。半晌，他苦笑了一声，又问我：“在爸爸100年之后，能不能请你把我和你妈妈葬在一起？”听了这话，我眉心狠狠一跳。生前他欺瞒我母亲，死后还想搅扰她的清静。我悠悠看向他，轻声说道：“你100年后应该和沈夫人葬在一起，你们2个就该百事都纠缠在一起，还是不要扰了我妈妈的清静为好。”话音落地，他没再说话，抬起手又放下，最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说的也对，是我对不起你妈妈。”他被搀扶着走出客厅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倏然红了眼眶，泪从眼角滑落。沈继泽不是个好丈夫、好恋人，可他是个很不错的父亲。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，他对不起我母亲，对我却又很好。从我记事起，就知道他是个好父亲。10岁前，他常在这里陪着我，对我有求必应，给我买很多稀有玩具。若不是我在杂物间里翻出我母亲的遗书，怕是一辈子不知道那些肮脏的事情。从此后，我便恨上了他，再也没有开口喊他一声父亲。我抹掉脸颊上的泪，转身一步步朝楼上走，脚步声像是踩在我的心上，疼得难以忍受。刚才的事情让我感觉身体疲倦，我倒在床上，蜷缩成一团，泪怎么也流不尽。夜里，我翻身下床，看到外面下了小雪。顾时明脸色苍白，跪在雪中，情感还是打败了理智。从厨角拿了把伞，撑着走出去，站到顾时明面前，遮去他头顶的雪，就像很多年前那般。我低头看他，说道：“明天咱们要去民政局办手续，别淋感冒了，
还要耽误我的时间。他仰头望着我，眼眶通红，悔意十足。可惜我没有半分心软之意。将话说完，我随即转身，直直走进门。顾时明那副模样，若是对着18岁的沈从云，他定然是心疼至极，只想着如何讨他欢心。可惜我现在已经不是18岁，到明年我都要30岁了，早就不再是个爱回头的年纪。顾时明在外面跪了一夜，他受不住风雪，倒在大雪中。我伸出手探了探他额头温度，让人把他抬进屋里，给他做了降温措施。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1点钟，民政局还未下班。我换好衣服下来，看见他撑着沙发坐起来，面色苍白，望向我的眼眶通红，像是受了什么虐待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轻声说道：“今天要去办手续，你去换身衣服吧。”好，他低声应道，随后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向前走，上楼梯时险些跌倒。我下意识伸手，而后攥成了拳。等他下了楼，我让人把车开出来，从司机手里接过钥匙，自顾上了驾驶位。顾时明拉开副驾驶坐上去。这些天，我第一次和顾时明同处一室，心底的算计渐渐消退，只剩下怅然。顾时明的目光紧紧锁在我的脸上，几次欲言又止。见他不讲话，索性我也一直保持缄默。将车停稳，我开门下车，被他抓住腕子。对不起，沙哑的声音传入我耳里。我偏头对上他的目光，挥开他的手。顾时明，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他垂下眸，手紧紧攥成拳。我以为我瞒得够好，也以为我够信任他，不会察觉1分1毫。是了，我信任他，从不怀疑他。若不是我撞见，就算是从别人嘴里听说，我都不信。可能我的孩子不忍心看我受到欺瞒，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让我看清他的真面目。说其他的也没什么意义了，我也不想听你那些站不住脚的理由。我自顾自地下了车，往前走，顾时明跟在我的身后。办完手续出来后，外面原本阴沉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像是为我庆祝新生。我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，在地面上看见2个影子重叠在一起，回头时对上顾时明怯懦的目光。好一会儿，他才问我：“你会对我动手吗？”在我们婚前，在他名下有一家公司，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不归属于我，而我又是沈家唯一的孩子，迟早要接手沈氏。他怕我会对他下手，赶尽杀绝没有意义，我要看他自生自灭。我轻笑了一声，嘲讽之意蔓延。往后咱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，我怕我会忍不住对你下手。回去后，我开始收拾顾时明留在我家的东西，所有的一切全都烧成了灰，我和他的关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可我不会放过他，我在朋友圈公开我们离婚的事情。不过3天，和他合作的人全都知晓，那些想搭上沈家的船的人开始纷纷撤资，对顾时明造成重创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我坐上飞往异国的飞机，远走他乡。22岁的时候，我想要去海外读研，那时刚好赶上顾时明想要创业，索性我便留在国内帮他。这一耽误就耽误了整整7年。今年我打算去读时，刚巧发生了这样的事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再也没了牵绊。我租好房子，办理入学，闲暇时会去别的城市转转。这半年我过得清闲自在。又是半年，国内快要春节了。往常春节，顾时明会在家包饺子，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子菜，我偶尔也会帮帮忙。今年在异国他乡，只剩我一个。我从橱柜里拿出一盒泡面，刚倒上热水，就看到朋友发来的消息，说是顾时明每天都蹲在我家门口等我回国，他那些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事业还等着我去拯救。可我哪能拯救得了他？我端起泡面放到桌面上，手机在兜里嗡嗡作响，是国内的陌生电话。那头的声音是我没想到的人，是沈继泽的夫人。我按了接听，随手放在桌上。从云，你父亲可能要不行了，他还想见你最后一面。他的声音徐徐传来，令我愣在原地。明明1年前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随后我会将你父亲锁在医院，以短信的形式发给你，回不回来你自行决定。他挂断电话，我呆滞地望着手机，好几分钟才渐渐回过神来。我买了最早一班回国的飞机，匆匆忙忙地赶往医院。在窗外，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沈继泽，
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再也没有以往的姿态，为我出气时的模样，好似还在昨天。沈夫人站在我的身侧，轻声说道：“2年前，他确诊了癌症，从那开始，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要不是你还小，他早就不想活了。”我看向他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想为你母亲殉情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无限哀怨，或许是怨我母亲，也或许只是怨病房里的男人。沉默了好几秒，他才又重新说道：“这些年，他怨我害死你母亲，也怨我不让你进沈家门。”他的眼泪从眼眶里滑下来，伸手抹掉，声音便有些哽咽。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他明明可以拒婚，却不能和我结婚之后，外面还养着一个女人，凭什么？他低低吼出声时，我在他脸上看到一个悲惨女人的一生。从出生起，他就和沈继泽指腹为婚，即便是不接受，也要被迫接受。22岁，不过刚刚毕业，就要嫁入沈家，还来不及大展宏图，就要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生存的女人。婚后，他和沈继泽不说恩爱，倒也相敬如宾。他为他料理好家事，他才能后顾无忧，成为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。却没想到，沈继泽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，还孕育了一个孩子。明明他那么用心地做好沈夫人这个位置，为他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，他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。我不许你进门的原因，是我看见你，就能想起沈继泽做的那些肮脏事，我心里犯了心。他面目狰狞，恨意毫不遮掩。在我母亲去世后，她的婚姻虽然依旧维持，却和丈夫形同陌路。她没有错，我母亲也没有错，错的是如今躺在床上的人。她耽误了2个人的人生，也害死了我母亲。到了探视时间，我穿上防护服，走进 ICU。她闭着眼，像是一个濒死的人。我握住她枯槁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爸，我原谅你了。可你在那头见了我妈妈，一定要离她远一点，下辈子就不要再害她了。”听到我的声音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最后又渐渐归于平静。他咽了气，一切全都化为乌有。活着的人不能和死人较劲。在看到他闭上眼的瞬间，沈夫人的眼泪更加汹涌，扑在男人的病床上，看着他被推入太平间。他和这个人斗了一辈子，却没想到他会死得这么早。我也没想到他会得癌症。此刻，我望着消失在转角处的人，泪从眼眶里滑落，似乎还能看见他年轻时的模样。他拿着买来的玩具去书房找我，我朝着他跑过来，扑进他怀里。随后他慢慢蹲下，献宝似的从怀里拿出来：“丛云，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？”是小熊。我从他手里接过来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？”咱们父女连心，那些回忆好似还在昨日。沈夫人让我处理沈继泽的后事，说他老了，这些也就不管了。而我是沈继泽唯一的孩子，剩下的事情就由我处理。我安排好后，律师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遗嘱，他将70%的财产留给了我，剩余30%给了沈夫人。散场时，葬礼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抱着一个孩子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身子干瘦，面色枯黄，手指上还戴着我的婚戒，松松垮垮的。他站到我面前，用几近呆滞的目光看向我：“我能和你聊聊吗？”“好啊。”我就近找了一家茶馆，将他带到那边。他落了座，找服务生要了一个儿童座椅。这时，我才将目光聚焦到小孩的身上。和他相同的是，孩子身上穿的也是已经起球的衣服。和1年前的趾高气扬不同，如今他变得怯懦，毫无底气。这1年中，我也听说了顾时明的事情。公司经营不善，虽苦苦硬撑，赚的钱却再也没有以往多了。他都自身难保，更别说照顾江月白和孩子了。他无措地望着我，话到嘴边又吞下去，好几次都没说出口。见他如此，我自顾泡茶，端起茶壶给他斟了一杯，推到他面前：“你能不能……”他的话又一次停住，良久才又说下去：“帮我联系一下顾时明。”我端起茶杯，小口呷着，打量着面前的女人：“你都联系不到他，我怎么能联系到？沈小姐，你不能看我和孩子穷困潦倒，现在我手里什么钱都没有，我已经快要养不起孩子了。”他倏然站起，跪在我面前：“求你帮我联系顾时明，他一直不见我，我根本找不到他。”我眉头紧蹙，不作声地望着跪在我身前的人。他低垂着眉眼，手搭在身前，一副顺来逆受的模样。这一举动也引来了许多人的注目，让我如坐针毡。我下意识站起身，
就要往外走，可他倏然抱住我的腿，沈小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帮我联系一下顾时明好不好？我凭什么帮你？我想要推开他的手，可他死死抱着，根本拉不开。去年你想和顾时明双宿双飞，我成全你，今年你养不起孩子了，又来找我联系顾时明，我怎么就这么听你的话呢？你就当可怜我好不好？把柔弱当作要挟我的工具。我招手让服务生帮我把他拉开，可他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谁也不敢动他。我和他僵持在这里，5分钟后，我率先妥协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了顾时明的电话，顺带着按了免提。那头很快接听，丛云，你是不是回国了？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我把地址发给你，在这里等你。随后我挂断电话，用短信的形式将地址发送给顾时明。江月白仍不肯松开我，执意要我等顾时明到。你先松开我，我不会走。等到我这句话，他才松开，从地面上爬起来。我走到桌前，再次坐下，等着顾时明到时，我看到江月白松了一口气。顾时明走到我面前，嘘寒问暖。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，与他拉开距离，目光看向坐在儿童椅里的小孩。既然你执意想要个孩子，就应该照顾好他，而不是做一个失踪的父亲。他抓住我的胳膊，诉说他的悔意。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，难道还能就此抛弃吗？我推开他的手，不作声地往外走。顾时明追在我身后，江月白就一直找他要钱。见男人无动于衷，他动了手，细长的指甲挠在他的脖颈处、脸颊上，丝丝血痕从脸上冒出。他伸手将人推开，怒吼道：我当初说没说过不要闹到沈从云面前，你又是怎么做的？你要瞒着他在外面养女人养孩子，甚至拿的还是他的钱，你真贱啊，顾时明！随着这话落地，我上了车，将里面的声音隔绝在外。看见店内的人大打出手，我给店员发了一条微信，让他把所有的损失都找那个男士赔偿，而后开车离开，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。他们两个或许要成为一对怨偶，互相埋怨，互相指责，可这跟我是没什么关系了。一个不忠的爱人，一个想要上位的女人，如今下场也都是他们应得的。而我的人生灿烂而精彩，往后只会更好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